杨紫的粉丝们都被杨紫传闻的操作搞糊涂了，越看越明白，何必这么在意和纠结呢？杨紫的真实恋情现在扑朔迷离，到底是传闻还是两人之间真的有暧昧互动？您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情况，看看情况是否好。吃完瓜，群众自然散去。杨紫身上有几部爆剧要加，短而长的，对她来说不过是浮云而已。不过，此时杨紫粉丝的一连串动作，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触目惊心。为自己的争主师感到难过，担心他的红火演艺事业受到影响，是可以理解的；绞尽脑汁澄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在为自己的争主人澄清的同时，又把无关的人拉下场，造谣说不相干的人澄清了一个800年的浪漫瓜给自己争主。如果是个别粉丝的行为，可以解释为散粉的脑残、冲动、愚蠢。然而，在杨紫大凡事先知道并开始筹划下一步行动后，就大凡统一文本出现了。空屏文字也是，某顶流最先利用这件事封杀了他们真正的恋情瓜，转移大众视线。大同小异的小副本，整齐划一，是有心连心还是有粉运气和团灭？谨慎思考。而杨紫一直关注网络舆论，对于自己的造谣可谓马不停蹄，不遗余力。不知道有没有观点对前同事的大粉丝恶意造谣，让他们赶紧制止这个地方没有银320的笨拙造谣行为。事实上，杨紫作为民法典的大众法律大使，更应该超越其他艺人的标准来克制自己和大粉。然而现在看来，显然杨紫大粉的做法是有悖于各种标准的民法大使。这一波操纵之后，难不成以后跟杨紫合作过的人都会吓得瑟瑟发抖？就像和某位中国艺术家合作过的演员一样，要么被定住，要么被吸，要么时不时被拉进来接受子弹，以证明他们是天底下最神圣、最美妙的人。实在没必要，清洁工都是干净的，何必怕那些暴力的鬼什么呢？杨紫这个角色的粉丝应该是最清楚的，匆忙拉着不相干的人来挡枪，不仅显得虚荣、缺乏勇气，而且莫名其妙地腐蚀了杨紫和他的粉丝的人气，引起了围观的网友在杨紫身上粉碎了童年的滤镜。其实我觉得杨紫的粉丝应该和杨紫一样高尚不张扬。看看杨紫发来的声明，10多年的朋友，蛋糕是自己吃的，不是一起吃的，本来应该是简单的朋友生日聚会，这就是结局，可谓是一个强大的字眼，甩的，粉丝搞这么多操作，不就是一条蛇添足，想掩饰吗？相信杨紫清是清楚的，没有羞耻心，专注于杨紫的作品吧。粉丝们也在丰盈掌控之中，不用急着接手。02小赵刚的粉丝们远离谣言，买了小赵刚的同款背心，明明不会让你失望。艺人的言情甜瓜从来都没有兴趣，只要男未婚女未婚，都是正常的男女交往，杨柳坐胎就是不人道。但是拉着无关的人去拿子弹，只是为了澄清你自己的争气，并集体下去抹去别人早已澄清 N 次的话语，这将是不体面和可耻的。首先是公司没有后盾，也没有大粉丝可以号召与小明星的大粉丝作对，所以难免不会变成野蛮成长 2.0， 被泼脏水。除了一些愤愤不平的自由粉丝表达了他们对此的看法之外，不同的粉丝都以一种对他们和行为来说听起来很自然的方式全力以赴。对比和女星红 V 粉丝们大体上重新编排故事来解释他们的关系，很明显。肖战站着走路，站着坐着，本应从无到有的感情不和，不得不第 N 次单独断言。如何管理我心中的愤怒和仇恨？肖战粉丝还真想到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不爽，买一件肖战的复古背心。这件春冬季款背心，说实话不是很划算，才100多块钱，穿在身上又多了一种复古风范，时髦又亮眼。人的特殊个性，某些人正在购买肖战的辅助镜头，穿着这件背心打开一个小烤箱，香喷喷的晚餐有什么困难吗？粉丝们在自言自语，虾米一般都是一个人玩，不会和党 G 联系。女明星粉丝会用外在的轻蔑来决定内心的争论和突发事件，我们根本不在乎。我看过太多关于人际关系的故事，但遗憾的是我没有一个晦涩的视频或几句话。
一切都靠着暗黑粉丝上下纯的冲刺，按照自己的决定组成一波。根据被抛弃的人的说法，理由不是自我稳定的，但他们个人被这些毫无根据的现实所说服，但也如此充满活力。愚蠢的或可怕的，或者既无能又可怕的不可告人的思维过程。然而制作人自己却无力地摊开双手，说跟着肖战也是白费力气，闲坐在那里，他倒下了。除了编程那些愚蠢、可怕和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其他人也在编造故事和故事。谁可能被骗？光彩夺目，实力不容小觑。自从肖战出名后，他就不断被传闻拉着阻挠枪支，这也让他更加警惕，以一种对他和行为来说听起来很自然的方式。这显然是因为他在教练和长期的学校教育中形成了巨大的自我发展和领导力，而由于肖战自己追求理想的人，他一直对自己有严格的先决条件。沿着这些思路，你可以远离自己和其他人，因为对小事的粗心大意而陷入无关紧要的问题，并且尽量不要被世界其他地方转移。作为明星，一举一动都在为大家考虑。尽管受到诱惑，但肖战总体上保持冷静和睿智，严格控制自己的言行，并时刻记住提高和完善自己，这真是太棒了。03在杨子蛋糕的剧情发展中，张小涵称爆料消息引爆，网友放猫出笼，狗子队2次朝杨子扑了过去。8月11日，某知名狗子在直播中爆料杨子吃瓜，称杨子出现在刘雪怡的聚会上，两人还一起吃过蛋糕。这一消息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认为这只是小伙伴们的聚会，不管是不是蛋糕，不管是不是在一起，都好看。一些网友也谈到了为什么6月份的材料直到事发后几个月才出现，而不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没多久，杨子也尽快地回答了一句，他说他和刘雪怡是好久不见的伙伴，伙伴们都聚在一起过生日，蛋糕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照顾好，但刘雪怡还是把它交给了询问是不是正确蛋糕的味道很难吃，说明这只是一个基本的生日庆祝活动。我不想让它变得更复杂，我相信它会在这里结束。没过多久，杨子还拿出了一段谈话记录，证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访问记录是杨子当天的同伴调查，同样肯定了杨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同伴的聚会。然后他们一起离开了，并且刘雪怡也回应了这件事，说她没想到自己生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出乎意料地催促她改天再买个上等蛋糕。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件事会随着双方的回应而渐渐消散，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续的事件却也没有停息的意思。此前预告大瓜的狗子则是在粉丝群中诉苦，称算了不惹他们家了，自己的私信都炸了，说是要定位他。私信炸了应该是真的，毕竟有这么多粉丝，难免有一些粉丝比较激进，看到杨子受到一些网友们的指责，于是想要为其出头，言语对爆料者进行指责。相信很多粉丝们看到自己的偶像被爆出来这种料也是心里不舒服的，不过也要理性克制，通过正规的渠道解决问题，还有相信杨子就够了。这边呢还没有说完，那边又有网友传出消息称疑似爆料狗子曾找过杨子2次，而且还提到了300W 和50W。对此一些粉丝们也是相当愤慨，表示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太可恶了，纷纷对其进行指责。而也有一些粉丝透露称，关于大家一直关注的告黑问题进行统一回复，目前工作室正在取证之中，请大家别着急。取证需要时间，起诉也需要时间，流程走下来需要1到3个月，但是正义虽迟但到。让人觉得有趣的是，这件事也让一些网友更加喜欢杨子，因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得出来，杨子不卑不亢，不屈服，明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指向他了，但是他就是不公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因此此前就有消息爆出杨子其实是被拉出来挡枪了，但是他就是不公关。而且后面的回应也是非常给力，不但快而且还准，很丝毫不拖沓，先是澄清，后来更是晒出证据证明，这的好飒好圈粉。如果仅仅只是朋友间的聚会吃蛋糕的话，那确实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还是关注杨子的作品实在一点。
最后也希望杨紫不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好好拍戏。